一分钱没攒下，临了，连人都成了别人的。回乡下养鸡，挺好。谁？谁？年轻人，3天前，你用1包酱板鸭救过一只濒死的白狐。我是救过一只狐狸，你难道是那只酱宝鸭？不，我是那只白狐。大姐，少刷点短视频，我现在连下个月的饲料钱都发愁，没心思陪你玩 cosplay。你到底是人是鬼？吾乃苏妲己，1000年前雷劫散尽吾之九尾，如今承你的恩情，便赐你一双可破破世间万物价值的鉴宝灵矛。待本宫法力恢复，再送你一场泼天葬。家养土鸡价值100元，断裂藤椅价值80元。青乾隆御窑粉彩缠枝花卉文碗，真品，价值6万元。大清御窑，这不是做梦。有了这双眼睛，家里的债，前女友踩在我脸上的账，我都倒要一笔层算清楚。娘娘，既然你能给我这双眼睛，那我怎么做才能帮你恢复全部法力？这世间的古玩至宝，皆生有天地灵气。你替我寻回散落的灵力，帮我重掌九尾。届时青丘宝库肉身成仙，不过是本宫一句话的事。娘娘，你进这里面了？我的神魂具作于此，它会感应方圆百里的灵气。记住，你每天只能借用玉佩的力量召唤我化形1次，省着点用。1天1次足够了，这一每晚就值6万，抵得上我以前不吃不喝攒1年，发家致富。就从今天开始。老板，收货吗？去，乡下来的穷小子，没看见贵客在场，林总在这儿，耽误了100亿的合同，你赔得起吗？林总。林青青，颜值90分，顶级高定香奈儿秀款紧身裙15万元，法国世家极品黑丝袜价值4000元，手工定制小牛皮高跟鞋价值7万元。连布料成分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这女人到底什么来头？一身行头能抵一套现成的房。林总，这可是我压箱底的宝贝，大清宫廷御用，皇帝老子亲口用过的碗，老爷子80大寿送这个，林家在古玩界的地位那叫一个相得益彰。多少钱？对旁人是天价，对林家一口价10万。景德镇现代流水线做旧工艺品，价值10元。
刷卡吧。慢着，林总，10万块买个垃圾回去当寿礼，林家的面子是不是太便宜了？你说这个碗是垃圾？仿品，而且是工业流水线上的次品，最多值10块钱。小杂种，你砸老子招牌！我看你是活腻歪了！保安，把这个要饭的给我扔出去！慢着，王老板，你这么急着把人扔出去，是这店里的保安太好用，还是你心里有鬼？林总，您说笑了，我老王在古玩街20年，诚信经营，怎么可能？你叫什么？苏凡，苏凡，听都没听过。小子，古玩行当里有名的师承，我老王背得出来。你师从哪位大师？没师承，自学成家。自学？林总，您听听，这就是个没教养的野路子，估计是看您长得漂亮，故意在这信口开河，想吃您林家的软饭呢。苏先生，既然你说他是假货，总得拿出让我信服的理由。林家不听空话。清代御用瓷器，胎质经过百般成炼，细腻洁白。可林总，您这个胎色暗沉发黑，釉面有一层现代强酸腐蚀出来的死光，摸上去甚至有工业打磨的颗粒感。王老板，我说的对吗？王老板，解释一下。林总，这鉴宝一门主观性太强，这小子分明是信口雌黄。别编了，拼夕夕同款做旧瓷碗，9块9包邮。你连底部的防伪钢印都没磨干净。通知法务和收饼购部，10分钟内我要看到珍宝阁的所有权变更合同。至于王老板，让他净身出户。林总，我错了，我一时鬼迷心窍，求您给条活路，别收购我的店啊！我下半辈子全靠这个店了。10分钟到了，带上你的垃圾，滚！爷爷的寿宴就在明天，现在去哪再找一件干净的真品？林总，看看这个，虽然包装差了点，但绝对保真。真品乾隆粉彩，线条这么灵动的缠枝纹，真是极品。苏先生，你开个价。要不6万？苏先生，你是在侮辱我的眼光，还是在侮辱林家的财力？这碗市价至少8万。微信支付到账6万元。6万，够把家里的高利贷全清了。苏先生，这是我的私人电话。林家常年收购顶级古玩，只要货真，价格随你开。替我林青青做事 ，A 市没人敢亏待你。美女霸总，有点意思。店现在是林氏的了，王哥，这批刚从乡下农户手里收来的大陆货怎么处理？扔了吧。玉佩有反应了，这对破烂里有灵气。
明代宣德紫砂40垂钓壶，大内御用，珍品，内含浑厚灵气，价值50万元。50万，还有妲己要的灵气，得把这东西拿下来。低价处理了吧，看着就烦。王哥，收这批货的时候，那摸金的可是发了毒誓，说里面绝对有一件是从大墓里带出来的青铜大货。你猪脑子！他要是真有大货，能2万块一整筐卖给咱们？老板，我瞧着这几件破瓷片挺有年头的，我那鸭棚刚好缺几个煨水槽，开个价，我顺回去。小杂种，要不是你，老子今天能被林家扫地出门。你还想买我的东西？老子就算把他们砸了喂狗，你也休想拿到一片瓷器。王哥，咱们欠供货商的2万块围困今天到期，再不结，人家要卸咱们腿了。行啊，王老板有骨气，那你就留着这筐破烂当传家宝吧，反正隔壁古玩店多的是。等等，2万，拿了东西赶紧滚！成交。等娘娘吸干了里面的灵气，再把这50万的玉壶转手卖给林青青。小凡，你快来进医院！你妈在街上被人推倒了，吐了好多血，医生说快不行了。妈！苏凡，哟，我说这躺着的死老太婆怎么一股鸡屎味儿？原来是你妈啊！王玉珍，为什么你会在这儿？我妈怎么了？怎么了？这老太婆走路不看路，差点撞到我肚子里的柜子。高家的种调掉了一根汗毛，把你们全家卖了都赔不起。我不过是推了她一把，骂了她几句，她自己就倒在地上抽抽。医生说了，突发脑溢血，就算活下来，也是个生活不能自理的瘫痪废人。真是穷人贱命，碰瓷撞到我头上了。这当年你嫌我穷，跟着富二代跑了，我不怪你。但我妈下地干活一辈子，连跟人红脸都不会，你把她气成脑溢血，你还是人吗？苏凡，你少在这大呼小叫，在大城市当了3年牛马，兜里连1000块都掏不出来吧？尊严不是靠你吼出来的，是靠这个赢来的。这病房1天的医药费顶你3个月工资，你交得起吗？这些钱够买你的闭嘴了吗？你哪来这么多钱？你不是回乡下喂鸡了吗？30年河东，30年河西。王玉珍，你以为老子一辈子都是任你踩的泥人？凡哥哥，人家刚刚是跟你开玩笑的嘛。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有你，高富帅那个人脚虾根本不如你威猛。你现在发达了，还缺女朋友吗？呸！舔狗就是舔狗，有钱了也改不了贱骨头。只要老娘撒个娇，你的钱还不都是我的？滚！苏凡，你敢这么对我？你给老娘等着！高家动动手指头就能弄死你！娘娘，散落的灵气我找到了，求你救救我妈！
本宫说过的承诺，从不食言。娘娘，您的尾巴。妈，凡人的身体太弱，承受不住太强的灵力。本宫如今只有2尾，只能保他神志清醒，断骨重续。想要他彻底痊愈，站起来走路，还要怎么做？助本宫长出第3条尾巴。届时，本宫可用9尾心头血，生死人肉白骨。好了，本宫去也。小凡，妈这是在哪儿啊？妈，没事了，咱们在医院，医生说你已经好全了。林总，这把壶，大明宣德御用。大明御用，现在的乡巴佬真是什么夜壶都敢往皇宫里送啊！高富帅，林青青，你们林家好歹也是 A 市鉴宝界的半壁江山。去年鉴宝大赛，我高家一时大意输了一招。你就算想找人撑门面，也犯不着找这么一个在大城市送外卖的烂泥吧？老公，你不知道，这小子之前连住院费都付不起，指不定这壶是从哪个死人墓里偷出来的假货，故意来骗林总的钱呢。高富帅，林家收什么货用什么人，还轮不到你个手下败将在这指手画脚。高家要是皮痒了，1礼拜后的鉴宝大会，林家随时奉陪。1礼拜后，老子今天就戳穿这骗子的真面目。真正的宣德40垂钓壶，早就在李自成进京的时候碎成渣了。市面上全是轻中期的仿品，撑死值30块。林青青，你被这小白脸骗了！哈哈哈哈哈哈！高总，听说你5岁长眼，能看透汉玉秦砖，今天一见，高家的名声大概都是顾水军吹出来的吧？小杂种，你说什么？我说这把壶真品，少于50万，林总连摸的资格都不给你。真品？好，小子，按照古玩行的生死规矩，对赌。如果是真品，老子当场出100万砸死你；如果是假的，老子要你当场用这把刀废了你这对招子！你敢不敢赌？苏凡，别胡闹！高富帅从小在古玩堆里长大，高家背后还有个一辈子没打过眼的老怪物高天德。你为了赌气，要把自己一辈子毁了吗？林总，相信我的眼光，林家不会输。林总，别演了！有些人不见棺材不落泪，真以为自己是短剧里的主角呢。没那个命，就得老老实实当瞎子。林青青，这么心疼，这小子不会真是你养在床上的小狼狗吧？高总，废话少说，40垂钓壶的秘密全在“垂钓”2字。去拿2壶水来，1壶沸水，1壶冰水。装模作样，老子看你等会儿怎么下手挖眼睛！不可能，这绝不可能！这是魔术！你在里面下了化学药剂！
1000年前老祖宗用不同矿料的温感紫砂拼接工艺。高总，在你眼里成了化学药剂。这把40锤道壶四季流转，皆藏于一壶之中。这一局，谁打眼了？古人的智慧，天哪！苏凡，你简直是个天才！怎么会这样？苏凡这个废物，怎么可能懂这些？高总，钱100万，现在。至于对赌的规矩，是你自己动手，还是我？老公，苏凡以前就是个连外卖都送不明白的烂泥，他怎么可能会鉴宝？老子不服！在 A 市，没人能踩在我高家的头上。这一局算你侥幸。高富帅，古玩行规愿赌服输，你输了就得认。黄玉章，这就是你当年不惜给我戴绿帽子，也要死皮赖脸贴上的古玩世家继承人，不过如此。苏凡，你别得意太早。这张卡里有100万，密码6个8。苏凡，你刚才不是狂吗？有种跟老子玩3局2胜。高总，趁早收手吧，你没那个赢我的命。加上这个，老公不要，这可是婆婆给我的新婚大礼，是高家的传家宝。高家19代单传的龙狮种翡翠镯。高富帅，你真是个疯子！年轻人，拿下这个手镯，里面的老玉灵力极度充沛，只要吸了它，本宫当场就能生出第3条尾巴，用9尾心头血彻底治好你母亲。好，这局我跟你赌。高老太爷和林家交好，这4个花瓶是林家库房的死糖，4瓶1针，3品极高符。限时8分钟，谁先找出真品，谁赢。8分钟，林青青，你太小看高家的血脉了。老子看这种货色，1分钟高低立断。你们谁先来？让苏先生先选。刚才让他踩了狗屎运赢了一局，老子身为高家正统，理应让让门外汉。既然高总皮痒，那我就却之不恭了。景德镇高仿微波炉烧制青花瓶，现代工艺品，价值20元。大清康熙官窑青花缠枝莲文赏瓶，真品价值1000万。我选第3个。苏凡，你确定？限时有8分钟，不要意气用事，再仔细看看。苏凡，你以为这是过家家呢？为了在时间上压老子一条，故意瞎指一个。苏凡，装逼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回你死定了。自负还是实力，结果会教你做人。好，今天老子就让你这个土包子见识见识什么叫特么的。1号真品，大清正统。
既然都选好了，我公布答案。这一局，高富帅胜。苏凡，你选的那个是高仿的次品。不可能！哈哈哈哈哈！土包子，打眼了吧？输了就是输了，跟老子狂！跪下废了你那双招子吧！娘娘从没出过错，信息显示绝对是清代官窑，问题出在哪儿？林总，高富帅选的那只1号瓶绝对有大问题。苏凡，这批花瓶是我爷爷的贴身收藏，底账绝不会错。这一局，你确实输了。呸！输不起就别赌，赖账的屌丝真让人恶心。林总，你亲自来看，这只瓶子釉面光泽刺眼，开片毫无古朴之感，这叫贼光，它就是现代工艺品。怎么会这样？这胎土确实有翻新的痕迹。喂，爷爷，什么？青青啊，出大事了！我库房里那批真正的清代花瓶，前天被文化局拿去借展了，放在老宅展示柜里的，全特的是高仿的赝品，你千万别拿来赌啊！怎么可能？那批赝品是我师傅白大师亲自做就送进林家的，1号是赝品，那3号不也是赝品吗？高富帅选的确实是仿品。高总，我说过，自负还是自信，事实会教你做人。放屁！老子选的是假的，你选的那个3号破烂更是假的，线条呆板，成色发灰。它要是正品，老子当场把它吃下去。它的外表确实是3天前刚做好的粗糙高仿，但内里可不是。古玩行江湖秘传，套皮古董。好，瞒天过海，套皮真品。苏先生此等眼力，当得起 A 市鉴宝第1人。我宣布这一局苏凡胜。稳了，有了这个，娘娘生出3尾，我妈就有救了。贱人，你不是说他就是个未经的屌丝，根本不懂古董吗？你给老子解释清楚！我不知道啊，一定是他和林青青提前串通好，林家故意做局害我们高家。高富帅，我林家不屑做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高总，现在2局全胜，你要是不服气，咱们再加赛1局，最后1局，敢吗？赌就赌，
最后一局，老子压高家在 A 市的所有荣誉。高总，你怎么净拿些不值钱的虚名来赌？这是 A 市紫金山1号帝王别墅的钥匙，产权价值整整1个亿。小杂种，你要是能赢，它就是你的。别墅你答应过要过户给我的，你不能把咱们的家底儿都送给这个屌丝！给老子闭嘴！你觉得老子会输给一个野路子？1个亿的别墅，好啊，我接了。但你要是输了，不仅要自己用这把刀挖出招子，还要跪在老子脚底下，当着全城媒体的面承认你是个垃圾。高富帅，你别太过分了。放心，林总，有狗给送别墅，我没有不收的道理。文物局最近刚查获了一起特大盗墓案，里面收缴了一块1000年古玉璧。高家已经通过关系把东西作为加塞提送到了现场，谁能说出它的年份和准确估价，谁赢。有灵谋在，什么样的老物件在我面前都没有用。汉代老玉盘螭文璧，文物局官方估价整整2000万。苏凡，你做梦也想不到，文物局的那位顾问正是老子的亲师傅白大师。这块玉璧的底细，老子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你拿什么跟我斗？某些人现在跪下磕头，指不定我老公还能赏你一双眼睛去要饭。高总，做梦也得挑时候，大白天梦游不合适吧？给脸不要脸，等会儿废了你的招子，看你还怎么和老子正脸亲亲！阿富汗新玉酸石做酒工艺品，现代伪作，价值20元。我操！高富帅口中2000万的汉代国宝，居然是个20块的假货！怎么不说话了？没见过世面的屌丝，看傻了吧？够了！不管苏凡能不能看出来，他现在都是我林青青要保的人。今天谁敢动他的眼睛，就是和我整个林氏集团宣战！
林总，为了一个屌丝和高家全面相战，这小子不会真的是你在床上的入幕之宾吧？哎呀，怪不得呢！我说苏凡怎么突然能拿出6万块医药费，原来是出卖身体傍上了林总这个大富婆啊！王以真，你在林家的地盘羞辱，信不信我一个电话，让你们王家在 A 市彻底消失？林青青，规矩就是规矩，这小子输了比赛损坏林家声誉，你要是非要保他也行。你堂堂林氏总裁，代替他跪下给老子磕3个响头，这件事就算了。林总，凑不到啊！原来你的爱这么伪善啊！既然不肯跪，那他的招子老子今天收定了。他是难得一见的奇才，林家绝对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被毁。青青，男人的事情不需要女人下跪来摆平。苏凡，你……呸！死到临头还在这演偶像剧，你倒是说说这玉璧的历史啊！历史，这块玉璧根本没有历史，因为它是假的。放你妈的屁！这可是文物局查获我师父白大师亲自鉴定的汉代攀枝璧，你为了赖账，连文物局都敢污蔑！真正的汉代老玉用的都是和田老料，手感温润如纸，而高总手里这个材质粗糙，颗粒感极强，分明是现代才开采出来的阿富汗新玉。手感是主观的，不能当做铁证。真玉密度极高，水滴凝而不散，仿品水珠极易滑落。大家请看。是你，一定是你在手上抹了吸水石，在玉璧上做了手脚。没有直接铁证，这块玉就是2000万的国宝。高总，你要直接铁证是吧？好，我给你。苏凡，那可是文物局的东西！哈哈哈哈！损坏国家文物，苏凡，你输不起，彻底疯了！老子现在就送你去坐牢！来人，把他的招子给老子挖出来！高总，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这块玉璧的中心孔道有极其明显的螺旋纹。这是现代金刚石电钻钻孔时留下的独有痕迹。你家1000年前的汉代古人用特么的电钻盗墓啊！高总，你还有什么想狡辩的？是监控，对，监控一直拍着呢。林青这小子刚才施展了障眼法，偷偷把真玉调包林青青，调监控。要是监控拍到他调包，不要他的命！行啊，高总，如果监控里我没调包呢？那老子把这辆全球限量的劳斯莱斯也输给你！调监控！
兵荒！苏凡，你个卑鄙的小偷，给老子受死吧！小偷，赖账的狗东西！监控拍得清清楚楚，你还想狡辩？今天谁也保不住你这对招子！苏凡，你垂死挣扎的样子，真的很像一条在泥里打滚的赖皮狗。这不可能，苏凡绝不会做这种事。高仿真 AI 实时渲染替换视频，现代伪作，价值10元。青青，退后。既然高总喜欢玩科技，那老子今天就教教他什么叫自作自受。死到临头还装神弄鬼！高总，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画面里老子正在调包的这只手，怎么长了整整6根手指头？AI 视频，高复绿，你居然黑进我店里的监控，用假视频陷害苏凡。重影，这他妈是监控画质太差造成重影，这能说明什么？凡人的小法术倒有几分意思，可惜伪作便是伪作。年轻人，本宫赐你一道还原咒，且去破了这邪祟。还原咒启动，密码我都处理好了，全在老子的掌控之中。高富帅！堂堂高家大少，鉴宝比不过人家，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就是，真是不嫌丢人，高家的老脸都被他丢尽了。
的别墅1000万的都和高家传家镯子，我就算那了。现在是不是该履行对赌契约，自费招总了？全是林家做局，是你，王玉珍，你这个贱人，跟老子保证苏凡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废物吗？你特么和苏凡联手做局来套老子的，让回老子的家底，是不是？你说！高福律，你个混蛋，放开我！你自己没本事输给苏凡，你打我干什么？高家有你这么个废物，才是倒了血霉！放我下！王玉珍吃老子的，用老子的，还敢还嘴？给老子滚！我的肚子，孩子，老公，我的肚子好疼啊！少他妈跟老子演戏！每次跟老子要包要车，用的都是这一招，真当老子是冤大头？血，流血了！苏凡救我，我们的孩子。王玉珍，这就是你嫌贫爱富、劈腿豪门换来的好日子，自作自受。苏凡、林青青，高家还没倒，你们给老子等着！1周后的鉴宝大会，老子要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苏凡，刚才谢谢你，要不是你，林家今天就彻底名誉扫地了。谢什么？拿着高大少的钱借花献佛罢了。对了，你刚才说的1周后的鉴宝大会到底是什么？那是 A 市4大古玩世家每年一季的真正博弈，输的人要让出本市1半的份额。今年轮到林家做东，到时候你会来帮我吗？林总亲自开口，我以后别叫林总，叫我青青。苏凡，你母亲不知道从哪儿听说医药费太贵，死活不配合治疗，趁护士不注意，自己拔了针头，打车回乡下老宅了。你快回去看看吧。什么？妈！
妈，你疯了！你脑溢血刚好，医生说了不能下床，你回这破地方干什么？小凡啊，你就别骗妈了。隔壁王大妈都告诉我了，那急诊 ICU 一天就要大几千，你刚从大城市回来，哪来这么多钱？你老实告诉妈，你是不是去借那杀千刀的网贷了？咱们人穷不能丢了骨气啊！小凡，你这是去抢银行了？妈，你儿子在大城市学了一手老祖宗传下来的鉴宝绝活，今天跟 A 市百亿豪林家合作，这都是正儿八经赚来的。看到没？紫金山头号大别墅，等过几天你身体彻底好利索了，儿子接你去享清福。好，我儿子有出息了，可惜妈这身子骨太不争气，现在连路都走不明白，只会拖累你呀。妈，你放心，有儿子在，你一定会和以前一样全许全伟的站起来。你等我，我去给你倒杯温水。娘娘，玉镯带到了，请助我救你。娘娘，三尾了！小家伙，本宫一诺千金，你且看好，这是本宫赠予你的第2件造化。异能升级，解锁万物复苏之术，万象归出。万象归出可修复世间一切破损文物古董，重回巅峰。小雏鸟，去救你那凡人母亲吧，本宫要闭关消化灵力。妈，先把这杯水喝了。这水怎么热乎乎的，跟有电流钻进骨头里一样？妈，你试着动动腿，看看能不能站起来。小凡，我的腿好利索了，不仅能动，连以前干农活留下的腰肌劳损都不疼了。
妈，你看，我就说吉人自有天相，老天爷心疼你一辈子受苦，让神医治好了你。好儿子，妈今天高兴，这就去厨房把我养的那只最肥的土鸡给宰了，给儿子做大餐庆祝。苏凡，出大事了！高富律那个废物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了一枚假玉璧，骗了文物局，结果导致鉴宝界泰斗白大师打眼，自毁双面。现在古玩行人心惶惶。如果你最近捡漏能找到真正的1000年前的那对北齐双璧，林家在鉴宝大会上就能彻底压死高家。唉，北齐双璧，上哪儿找这种虚无缥缈的国宝去？北齐双璧，年轻人，本宫长出3尾后，记忆又解锁了一部分。他们要找的这玩意儿，本宫倒是熟悉的很呢。娘娘，你别告诉我这国宝又和你有关系。1000年前，本宫流落人间，化名冯小莲，曾受宠于齐后主高纬。那昏君为了博本宫一笑，特意搜刮了举国玉料，打造了一对日月同辉、盘龙璧相赠。冯小莲，齐号主高纬。战乱年间，这对玉璧流入民间。不过，由于他曾与本宫朝夕相伴数10年，沾染了本宫的一丝本源妖气。本宫刚刚施展搜魂大法，感应了一下。娘娘，你看锄头干什么？年轻人，别去外面找了。你林青青梦寐以求、价值连城的北齐国宝，就在你现在坐着的这个院子地下3尺处埋着呢。年轻人，你家院中正下方埋着一件至宝，灵气冲天。我操，在我家院子里！有了！5000万，这下真的要原地起飞了。你就是苏凡，那个让高家那小杂碎吃尽苦头的返乡青年。晚辈苏凡见过林老爷子。年轻人有点眼力，懂得藏拙，确实不错。但仅凭这些，想要娶我林正红的孙女，你还不够格。爷爷，你胡说什么呢？我和苏凡只是纯粹的合作关系。老爷子，够不够格？等您看完林家梦寐以求的这件东西，咱们再谈。
这是日月同辉，1000年前失传的北齐第一国宝。苏凡，你竟然真的找到了真正的北齐双璧！林老爷子，隔壁古玩街地摊上顺手捡的小玩意儿。现在晚辈这块敲门砖够不够资格当您林家的孙女婿？哈哈哈哈！够，太他妈够了！老夫眼瞎，竟没看出这是一条真龙。青青，这个孙女婿，爷爷替你做主了。谁敢跟你抢苏凡？老头子，我亲自砸断他的腿！爷爷，您再瞎说，明天百亿的集团合同您自己去签。青青，老爷子这是急着抱重孙子呢。你闭嘴啦！居然变成5条尾巴了！这块玉佩的灵力果然充足，竟然让我一下子生出了2条尾巴。年轻人，你做得很好。这是，我竟然拥有了修复文物的能力！这是我赐予你的新能力，名为万象归出。只要你有了这个能力，可以修复一切损坏的东西。一切损坏的东西，那我岂不是无敌了？好了，我要回玉佩消化下灵力，趁着这段时间，你还是好好准备下鉴宝拍卖会吧。万象归出，破损的文物能在一瞬间恢复到最初的状态。有了这个能力，这天底下的残次品，在我眼里全特么是印钞机。青青，怎么跑得这么急？出什么事儿了？苏凡，你先别走，高富帅那边有动静了。他动用了高家所有的关系，在外面放狠话，说要在过几天的鉴宝拍卖会上，让你彻底身败名裂，走不出 A 市。高富帅手下败将而已，他拿什么让我身败名裂？白大师虽然因为打眼自毁双目退出了古玩界，但高家真正的底牌不是他，而是高家的老祖宗高天德。高天德？
对，高天德，他是整个鉴宝界泰斗级的老怪物，今年已经80多岁了，眼力毒辣至极，一辈子长眼无数，从未打过一次眼。如果高富帅真的把这位老祖宗请出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青青，林老太爷刚放了话，我现在好歹也是你们林家撑腰的人，还怕他一个快入土的老头子？就你会贫嘴，不过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妲己娘娘刚刚突破到5条尾巴，还赐了我修复文物的神技。高天德要是不怕晚节不保，看看是他几十年刀行山，还是我的灵谋更胜一筹。放心吧，拍卖会上我绝不会丢了你和林家的面子。好，我信你。妈，我回来了。你这个人怎么含血喷人呢？我出门倒个水，离你还有半米远，这东西根本就不是我撞碎的。不是你撞的，还能是鬼撞的？老子在外头走得好好的，你个死老太婆非要撞过来，害得我手里的宝贝掉地上摔碎了。今天不给个交代，一大清早的跑我家院子里撒野，真当我们家没男人了？你就是这老太婆的儿子，来的正好。你妈把我祖传的乾隆官窑瓷瓶砸碎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赔钱吧。小凡，妈可以对天发誓，妈真的没有碰到他呀。妈，别慌，有儿子在，出不了。大城市返乡，估计是我最近赚了点钱的消息传回了村里，惹来这些苍蝇上门碰瓷。少在这唱双簧，哼！今天不拿50万出来，老子今天就死在这院里，不走了。这小子看着年轻面生，一副老实好欺负的样子。今天高低得狠狠敲他一笔大的。50万，你还真敢开这个海口？明代宣德官窑青花五爪龙纹瓷瓶碎片，真品，可修复，完整价值2000万元，目前碎片价值5万元。我靠，竟然是真货！带宣德的官窑，这垃圾碰瓷的估计自己都不知道这是真。看什么看？东西都碎了，老子说是官窑就是官窑，50万少一个字都不行。行，既然你咬定值50万，那咱们也别私了，直接报警，让文物局和警察同志来现场鉴定。要是真的，我砸锅卖铁赔给你。操，这破玩意儿是老子搁地摊上50块收来的高仿，要是真报了警，老子不得进去蹲几年？就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报警干啥？诚心耽误警察同志功夫。我身上就500块钱现金，要拿了这袋碎瓷瓶滚蛋，不要我现在就拨110。你选吧。2000万的宝贝，修复好转手一卖就是普通人几辈子赚不到的军饷，500块换2000万，这哪是碰瓷？这是财神爷给我送终极福利来了。算老子今天倒霉，给你了。小凡，那可是500块钱呢，就买一堆破瓦片，要不咱还是报警把钱要回来吧。妈，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你儿子什么时候做过亏本的买卖？万象归出。竟然连一丝修复的痕迹都找不到，万象归出，当真逆天！青青，我手里刚出了个新货，对，极品。这是宣德青花。林总好眼力，明代宣德官窑，标准的五爪龙纹，品相开门，完美无瑕。釉面带有标准的苏迷离青铁锈斑特征，刀质细腻，龙纹画工苍劲有力。天哪，这确实是真品，而且保存得如此完好，简直是藏品级别的极品。直接给个痛快话，这东西在你们林家值多少钱？这种品相的宣德官窑，市面上基本绝迹，要是上了国际顶级拍卖会，保底能砸出2000万的底价。2000万，老子这回是真的要原地起飞了。这瓶子林氏集团开价2000万买断，你出不出手？出，当然出。都说人靠衣装，林老太爷的眼光没错，你穿西装的样子确实挺挺拔，挺好看的。让让，都特么给老子让开！没长眼看到我爷爷来了吗？爷爷，就是这小子施妖术，害得玉珍流产，到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你就是苏凡？晚辈苏凡，见过高老太爷。年轻人能在副帅手里赢走几件东西，确实有点小聪明。
但鉴宝这行靠的是几十年的血汗积累和眼力干货，不是投机取巧。你赢了他，在老高富帅，今天是4大世家轮流做东的鉴宝拍卖会，是我们切磋技术、各凭本事的地方。林家请什么人长眼，还轮不到你在这奄奄狂吠。注意你的分寸。林晴晴，你现在护着他也没用。今天老子就要请我爷爷亲自出手扒了这小子的底裤。我倒要看看你们林家找的这个半路出家的野路子，能翻出多大的莲花来。年轻人，外界把你传得神乎其神，说你长了一双能看破阴阳的神眼，能看出别人一辈子都看不出的门道。老太爷谬赞了，不过是老天爷赏饭吃，运气稍微好点罢了。运气？古玩行从不信运气。你今天要是能撑过老夫亲自出的3关，我高天德从此宣布金盆洗手，这辈子再也不插手古玩界的任何事宜。爷爷说的没错，这老怪物当真要亲自下场。苏凡，这第一关考的是我们古玩行最吃童子功的硬核本事——断代。这只玉蝉是老夫30年前从西北一个大墓倒爷手里收来，至今为止整整30年。老夫请遍了国内大江南北10几位顶级鉴宝名家，没有一个人能准确说出它究竟属于哪一个朝代。苏凡，你他妈这回死到临头了！我爷爷研究了30年都没弄明白的死局，你一个毛头小子连高古玉都没摸过几颗吧？能看出个屁来？让老太斗亲自出题死磕30年的东西，有点意思，但可惜了，在老子的灵眸面前，这世上就特么没有秘密这2个字。高老太爷，您拿出一件自己研究了30年。西汉中期盘鸠纹玉蝉，材质由商代古玉老料边角料经汉代匠人2次雕琢而成，俗称老玉新工，真皮，价值700万元。我靠，绝了！难怪这帮老家伙研究了30年都没个定论。雕工是标准的西汉中期风格，可玉料本身的沁色和玉质却属于更古老的商代，这是典型的老玉新工。高老太爷，我看出来了。苏凡，你他妈装逼也得有个限度，这就几个呼吸的功夫，你连摸都没摸一下，看个空气呢。年轻人，说，这玉蝉究竟断在哪个朝代？这玉蝉的雕工线条简练，气势雄浑，是极为标准的西汉中期汉8刀工。如果光看雕工，断在西汉没任何毛病。哈哈，我师傅当年也说是西汉，但这根本解释不了它的沁色。但高老爷子，你参悟了30年都没想明白，是因为你没看出来，这块玉本身所采用的玉料根本就不是西汉年间的坑口，而是1000年前的商代老料。商代的玉料，老玉新工。年轻人，你是这30年来第一个一口说出正确答案的人。哈哈哈哈哈！好，不愧是我林正红看中的孙女婿。高天德，第一局你年轻人有点功行，不过这第2关可就没那么容易让你蒙混过关了。第2关考的是我们古玩行的眼力根本辨真伪。这托盘里的东西，老夫不要你断代，你只要给全场说明白它究竟是真是假。此物名为玄冥古玉，是老夫前些日子刚从海外藏家手里淘来的至宝。苏凡，你要是真有本事把它说明白，这一局不仅算你赢，这块极品黑玉，老夫当场双手奉上。年轻人，拿下这块玉，里面蕴含着极其恐怖和熟悉的本源灵气，这东西对本宫重修至关重要，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得到它。娘娘都发了话，这块玉，老子今天连一粒粉末都不会给高家留下。远古神魔拼接玉石，内部核心由2块完全不同的高古玉碎片强行融合而成，真品，价值600万元。神魔拼接玉，玉石居然还能这么玩！当年本宫与菩提老祖那老不死在青丘之巅斗法输了一仗，那老东西用无上法术将本宫大半的本源灵力生生剥离，封印在了这块拼接的顽石之中。年轻人，这根本不是什么古玉，这是本宫的命。怎么了，苏凡？刚才断代不是挺狂吗？看了这么久，连这一方古玉的真假都摸不透。
爷爷您就别高看他了，一个土生土长的乡巴佬，见识过什么叫顶级的高古玉？老子看他是被这玉上的气势吓傻了，在这装深沉呢。高富帅，把你的狗嘴闭干净点，林家的人轮不到你在这指手画脚。谁说我林家请来的人被吓傻了？小子，别慌，今天有老夫在台下给你坐镇，四大家谁也别想欺负你。看出什么来，你大方给老夫说。林正红，你林家在 A 市也算有头有脸，请来的长眼看老夫的玄冥古玉，半天憋不出一声，这就是你林家的眼光。小子，看出什么名堂没有？高老爷子，既然你这么急着把高家的家底送我，那我就直说了，这块玉是假的。你他妈放狗屁！这块玉是我爷爷动用了天大的人脉，花了几个亿才寻回来的绝世毒品，各项仪器测出来全是1000年前的老料，你敢说是假的？年轻人说话要有证据，行规在这儿，你红口白牙说它是假的，凭什么？凭什么？就凭你高天德长了一双出气不看货的招子。大家请看这里，这道暗纹，高老爷子在仪器里看，觉得是天然的血沁玉纹，对吧？难道不是？当然不是。仔细看两边的玉理走向，左边是微雕回纹，右边是粗犷旁漆，这分明是1000年前有人用2块完全不同，甚至连坑口都不一样的破碎高古玉，用某种失传的秘法生生拼接融合在一起的拼接货。拼接玉在古玩行算不算假货？需要老子教你吗？没错，真的是拼接的，这拼接手法简直巧夺天工，要不是眼力毒辣到了极点的人，根本看不出来。那当然，这可是菩提老祖用法术拼起来封印妲己。高老爷子，既然我说明白了，那按照对赌规矩，这块玄冥古玉是不是可以给我了？苏凡，你别特妈得意太早，我爷爷连一半的本事都没动，等会儿老子要让你死无全身！是吗？那我可太兴奋了。芊芊，我去趟洗手间，拉肚子。苏凡，小心。等我回来。怎么去了这么久？没事吧？没事儿，就是稍微有点拉肚子。哟，我还以为是怕了，躲在厕所里腿抖不敢出来了呢。高天德，少他妈让小辈在那废话！这第3局你高家到底想赌什么？快点给老子开始！林家等着用高家的股份去喂狗。年轻人，这最后一关，老夫不考你古董，古董有拼接有套皮，算你巧。这最后一关，老夫考你赌石。这老……普通翡翠原石，内部为劣质豆种，价值8万元；普通翡翠原石，内部为普通洞种，价值15万元；顶级缅甸老坑原石，内部含整整10公斤顶级玻璃种满绿帝王绿翡翠，真品，价值5000万元。选好了，就这块，里面有帝王绿的。哈哈哈哈！你他妈逗老子呢？连摸都没摸一下，看个2秒钟随便指一块，真当自己是神仙了？年轻人，赌石可不是儿戏，选错了，你这双眼睛今天就得留在林家。你确定？我确定，里面是满绿帝王绿。开始吧。好，既然你找死，那得开。慢，不如今天让我这个高家继承人来亲自帮他切这第一刀。行了，主帅，动作利索点。苏凡，任你引力通天，老子今天直接在物理上玩死你！白石一块，连个翡翠渣渣都没有！哈哈哈哈哈！苏凡，这就是你特么选的帝王绿？你的神眼是个特么的摆设吧？怎么会这样？苏凡，高天德一辈子没打过眼，你个乡下出来的土鳖也敢和高家斗？你输了！保安，把这小子的招子给老子抠出来！苏凡，你……老子当然确定，全场几千双眼睛看着呢。
怎么打眼了不认账，想赖老子高家的赌约？是吗？那我问你，老子刚才挑那块原石的时候，用指甲在原石的左下角刻了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天然凹痕。高大少，你手里这2瓣石头光滑平准的跟擦鞋垫一样，老子的凹痕去哪儿了？这可能是你看错了。对，这大理石本来就长这样。我看错，还是某些输不起的畜生，在开机切石的那一瞬间偷梁换柱，换了老子的石头。副帅，到底怎么回事？告诉老夫！爷爷，您别听他在这拖延时间。我高富帅行得正坐得直，怎么可能做这种下作的事儿？分明是他自己打眼了，在这胡搅蛮缠想赖账。高富帅，既然你觉得苏凡是赖账，你敢不敢让林家当场调拍卖厅的实时监控，用0.5倍速回放？查就查，老子怕你们林家！神魔转换，概念颠倒。给老子把高富帅西装内兜里藏着的那块真帝王绿原石和机器上这2瓣废大理石，在一瞬间互换概念，假即是真，真即是假。高富帅，既然你咬定这是一块一文不值的破大理石，你敢不敢让老子在这破石头上再横着切一刀？哈哈，切！你特么切100刀也是块擦鞋地废料。今天你要是能切出绿来，老子当场把这切石机生吞了。哈哈哈哈哈哈！老坑玻璃种，10公斤满绿，这是帝王绿，真正的赌石界不败神墨，满绿帝王绿出世了！苏凡，你赢了，你真的赢了！这不可能，这他妈绝对不可能！老子明明把真的换到自己兜里了，机器上怎么变成真的了？我疯了，我彻底疯了！老子明明把真的换到自己兜里了！操！贼喊捉贼！高家的继承人居然在100亿拍卖会上当众作弊调包，真是丢人现眼到了祖坟上！难怪高家这几年一年不如一年，后继无人啊！全是一群靠耍阴招的下三滥货色。害你高家名誉扫地的人，从来都不是我苏凡，是你自己那点下水沟里的贪婪。我高家积攒了100年的清誉，全被你这作弊的畜生在一夜之间败了个精光啊！高老太爷，第3关的结果，您老人家现在应该没有任何异议。年轻人，这一局是你赢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好小子，老夫没看错人。爷爷，您不能向这个乡下未济的屌丝低头！我高家是100亿豪门，高家的脸面，给老夫闭嘴！高家的脸面已经被你这个用下三滥手段调包的畜生彻底给丢尽了。高家输得心服口服，从今往后，高家退出 A 市，永不与林家为敌。老夫说到做到。老高啊，你我斗了大半辈子，如今你也该歇歇了。是啊，该歇歇了。从今天起，撤销高富帅高家继承人的位置，永远闭门思过。没有老夫的允许，不准踏出门槛1步。高家不需要这种只会。拍卖会终于结束了，苏凡，今天实在太谢谢你了。如果没有你，林家可能就要被高家彻底压下去了。谢什么？拿着高大少送的资粮，借花献佛罢了。这也是我应该做的。不，你不懂，今天的拍卖会对林家来说真的太重要了。要不是你当初选择相信我，我也不会有今天。苏凡，
我有话想对你说。你说，我听着。苏凡，我喜欢你。我知道，我可能不是你心中最理想的那种女孩子。商场上我太强势，平时太忙，也不太会照顾人。但是苏凡，我是真心的。青青，林青青，我也是认真的。那你这是答应了？答应了。青青，以后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保护你的。我信你。那你早点回去休息，明天见。明天见。被人当街表白的感觉，还真特么不错。高富律，100亿拍卖会刚开完，你动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苏凡，你让老子彻底失去了高家继承人的位置，让老子在全 A 市名流面前丢尽了脸，成了一个下半辈子闭门思过的废人。你说我想干什么？那是你自作自受，换石头的事，耍阴招的事，输不起的是你。高富律，你今天输得一败涂地，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你高家骨子里的下水沟贪婪。你他妈再给老子说一遍！那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要跟你赌最后一场。这2把钥匙，一把是真，一把是假。真的那一把能打开传说中远古九尾狐族的青丘宝库大门。青丘宝库的钥匙，年轻人一定要拿到真的那一把，那是本宫1000年前藏匿天下奇珍异宝和本源法力的源泉，拿到它，本宫当场就能彻底恢复。青丘宝库的钥匙，居然在高家手里，2把钥匙，一真一假，你选，选对了，老子放你走，真的钥匙也归你；你选错了，这2把远古钥匙，你高家是从哪儿得来的？我高家3代积累，库房里的奇珍异宝数不胜数。这2把钥匙是我爷爷高天德偶然间得到的，可惜那老东西研究了一辈子，查遍了古籍，也没能分辨出到底哪把是真，哪把是假。所以你就要拿它来跟老子赌命。反正我高家到现在也不知道这虚无缥缈的青丘宝库到底在哪，不如拿来赌一把，赢了，老子拿走你的命帮玉珍报仇；输了，钥匙归你，反正高家也没什么实际损失。高富律，你倒是打得一手如意，好算吗？少他妈废话，赌不赌？不赌，老子现在就乱刀送你上路。好，老子陪你赌。有种！来人，给他解开！灵眸，给老子开！黄铜电无现代仿制品，价值50元。传世青丘宝库核心古青铜真钥匙，真品，内含远古浩瀚法力灵气，价值不可估量。第2把是真的，我选这把。你确定？乱死如火呀！确定。苏凡，你可想清楚了，选错了，你今天可就走不出这扇门了。老子说了，我确定。苏凡啊，苏凡，你还真是天真的可爱。你真以为老子会跟你这种送外卖的泥腿子玩什么公平对赌？现在老子已经通过你的神眼确定了哪把是真的。等老子拿钥匙开了青丘宝库，整个 A 国都是老子高家说了算。高富帅，其实从一开始
我就有一件事忘了告诉你。什么事？因为老子可以将世间一切假的，在一瞬间变成真的。什么？你少在这装神弄鬼！啊！这是什么妖术？高副帅，看清楚，现在老子手里这把才是真的。这他妈绝对不可能！你骗我！这是障眼法！你到底是？高副帅，你敢动他一根汗毛，我今天让你们整个高家碎尸万段，当场陪葬！林青青，你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找到这里呢？你以为你在 A 市能为所欲为？从你绑架苏凡的那一刻起，我林家的全球 GPS 卫星定位就已经死死盯着你了。混蛋！林青青，你放开老子！老子可是高家的继承人，高家会报复的。高家继承人，高老爷子高天德已经在百亿拍卖会上当众宣布，你被彻底废除了继承人位置。现在的你在高家眼里不过是一枚随时可以丢弃的烂棋，你什么都不是。把他带下去，通知局里。苏凡，我要你当我老公，这辈子、下辈子，你生生世世都是我林青青的男人。你要是敢拒绝，我现在就让离家保镖把你绑回林家老宅，关在地下室里一辈子。青青，你这反向求婚的方式，未免也太霸道总裁了吧？那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求婚这种丢面子的活，在我们老苏家，从来都是男人来做的。林青青，嫁给我。九尾已成，本宫终于拿回了所有的记忆。年轻人，你过来。娘娘，怎么了？少主，这是青丘狐族之始祖血脉印记，您流淌着最尊。青青，别哭，有我在，老太爷死不了。你就是苏凡，高天德那个废物居然会被你逼到自毁前程。不过高家给老夫10个亿买林家绝户，今天谁来也救不了这老东西。这不可能！老夫的九幽阴煞连大罗金仙都能腐蚀，你身上到底有什么法宝？幻想归出，逆转生命，给老子破！本命骨被毁，你用的是什么妖术？这不是妖术，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少主，这凡间巫师有上古魔神血脉残渣，味道不错。拿了高家的钱，那就去跟高天德一起作伴吧。小凡，老夫这是怎么了？苏凡，谢谢你。苏凡，你接连救了老夫2次，又保住了我林家的100年基业。高家这次动用南疆底牌，想要灭我林家，简直是自掘坟墓。老爷子，高天德和高富帅已经彻底废了，这龙婆是他们最后的敌人，高家气数已尽。传我命令，收网。
半个小时内，我要看到高家在 A 市所有核心资产的变更合同。法务部和收并购部全力出击，把高家彻底抹去。是，老太爷。小环、青青，你们领证的事情，老夫全权赞成。这是林氏集团51%的绝对控股股权变更书，从今天起，你不。祝苏董、林总新婚快乐，白头偕老。老公，老婆，老婆，既然证领了，林家的债清了，那我回乡下那一笔账，今天也该彻底算清楚。高家已经破产，高富帅和王玉萍还在县医院，我陪你一起去。高氏集团宣告破产，高天德突发脑溢血。破产。范哥哥，苏凡，我错了，都是高富帅那个畜生强迫我的。苏凡，你看看我是玉珍啊，你以前最疼我的，我现在孩子没了，高家也倒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你娶我好不好？我愿意给你生孩子。王玉珍，当年你嫌我穷，劈腿高家，推倒我母亲，导致她脑溢血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今天？我不是故意的。樊哥哥，你现在是林氏的董事长，你手指缝里露一点就够我活了啊！老公，你当初就是在这里用500块钱买下那只2000万的宣德青花头的？不是这儿，是在我家院子里。不过这地方确实有不少好玩的东西。商代青铜至尊9鼎之冀州鼎碎片，传世圣物，内含远古浩瀚人族气运，珍品价值不可估量。9鼎之一的小伙子，这可是俺太爷爷从地里刨出来的周代青铜器，你要是真心想要，一口价5万。5万？你当老子开豪车就是冤大头？这就是个建国初期的仿制品。连皮壳都是化学药水泡出来的。老婆，咱们走。哎，大老板别走啊！开个价，合适你就拿走。10块钱，不卖拉倒。行，10块就10块，当白送了！10块钱买下华夏9鼎之一，这漏检的，老子自己都害怕。妈，我带青青回。万象归出，人族气运重回巅峰，给老子去！少主，始祖血脉彻底觉醒，冀州鼎归位，我们终于可以打开通往上界青丘的虚空大门了。
今天我林家不仅嫁孙女，董事长苏凡更是下聘10个1亿现金及12件绝世国宝，林苏两家从此在 A 市千秋万代。老公，我觉得现在就像是在做梦一样。这不是梦，老婆，以后的日子只会比现在更好。好的，现在请2位新人交换戒指。苏大基，这青丘余孽竟敢私自盗取始祖血脉，遁入凡界！如今始祖气运重燃，叛军大军已至。黄口小儿，空有始祖血脉，却无神魔大能。3日之后，本座真身将亲率10万上界魔兵撕裂2界结界，血洗这方凡人世界，夺回始祖印记。你洗干净脖子等死吧！苏凡，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少主，青丘叛军发现了这里的始祖。没事了，眼下妖邪暂时没法贸然闯入庄园。庄园内外，我先前已经布下细碎防护灵气，短时间内十分安全。判官凭空现身，撂下3日之约，这件事完全超出我的预料。我混迹古玩商界大半辈子，见过不少阴物怪事，却从没碰上连通2界的邪祟，祸乱人间。再有3日时间，通道彻底稳固之后，大批量叛军小妖便能顺着缝隙落地现世。到时候整座城市都会被阴邪侵扰，寻常刀剑枪炮对付不了这些依附阴气存活的异界生。苏先生、林小姐，市场内部我提前叮嘱过各个摊主，不用刻意优待，方便你们像普通买家一样慢慢挑选。这片市场大半货品都是早年高家从南疆各地古墓渠道收来的出土老物件，里面藏着不少沾染阴气的东西。辛苦周经理费心安排，我们今天主要排查带邪祟、运灵气的老物品，不会耽误市场正常经营。小伙子好眼光，这可是实打实先前老铜货，土里挖出来的老物件，市面少见，别的藏家来。前些日子听闻林氏大婚遭遇异界妖祸，我在疗养院一直记挂这件事。我年轻走南闯北收古董的时候，机缘巧合淘到一册残缺手抄古书《胡玉杂记》，书里零散记载2界裂缝相关秘闻，其中明确标注，想要临时收缩判官叛军依托邪域打开的跨界缺口，必须凑齐5样古代皇家镇坛至宝，以5行阵法催动宝物本源灵气，方能加固人间结界，压缩通道空间。白大师，那5样宝物具体都是什么？散落在哪里？古书破损大半，很多记载模糊不清，需要苏先生帮忙查验修复残页。
不行，祖传重器，多少钱都不借。赵老，晚辈不勉强您直接借助铜爵。听闻馆内有30件藏品，您存疑真伪难辨。若是我能在半天之内从中找出3件高仿赝品，您便短期出借铜爵7日，用来布阵救灾。布阵结束，第一时间完毕送还。期间宝物妥善封存，分毫不会磕碰损伤。您看这个约定可行？好，就按你说的来。若是做不到，往后不要再提借宝一事。赵老爷子，这秦代铜阶，我愿意高出市面30%价格直接买断，别租给外人。你拿来的这些所谓出土古玉、青铜摆件，全是化工原料浸泡做旧的仿品，连入门级藏家都骗不过，还敢高价收国宝铜爵？是哪儿？务必妥善保管，到期准时归还。谢谢。不借，这是老伴儿留下的唯一念想，给多少钱都不借。婆婆，我懂些修复手艺，可以免费帮您把老伴儿留下的破损玉器和古籍修好。真的吗？太好了，老婆子，我这就去搬出来。早些年就有黑心古玩贩子处心积虑想要诓骗走玄文墨玉佩，当年丈夫为护住玉佩和贩子争执拉扯，落下难以根愈的陈年病根，没过多久便缠绵病榻，我便把玉佩锁在贴身木盒里，严防外人触碰。婆婆，集齐五宝布阵是为封堵2界缝隙，阻拦大批量小妖进城祸害普通百姓。布阵结束，第一时间完好归还玉佩。除此之外，林氏单独出资50万元，用于修缮当地乡村文物陈列馆，钱款专款专用，由本地文旅部门监管使用。祖传物品锁在柜子里只是摆设，能用来护住一方百姓平安，才算是物尽其用。老婆子信你们的为人。我本心愿意接住西周镇山玉璧，咱们敲定细节，明天当面查验真品，签署正式租借协议。苏凡和林氏图谋不轨，打算用高仿假货调换王家珍藏的真品玉璧。昨天夜里，老刘特意过来举证，说你们林氏打着借宝救灾的幌子，实则想用赝品骗走我的祖传玉璧。这件仿品就是你们准备用来调换的物件吧？王会长，我们从来没有准备过仿品，其中一定有人暗中恶意挑拨离间。
这件玉璧纹路生硬呆板，西周珍品纹路流畅有力，沁色浮于表面，是人工做就。用料是普通和田新料，绝非西周时期的透视石玉料。这是江南赵府和西南陈婆婆两处已经生效的宝物租借备案文书，白纸黑字，可以佐证林氏过往的信誉。我马上打电话，让老刘过来当面说清楚。我说的都是实话，你们合伙骗人！是陌生之人重金雇佣我，捏造谎言，恶意破坏租借事宜，我一时鬼迷心窍，对不住各位。对不起。苏先生大义，我王松佩服。我主动联络金门整个古玩收藏圈子，带你们1天时间排查全城古玩店铺。我全力赞成短期出借北宋辟灾青瓷壶，用于布阵抵御异界灾祸。不行，馆藏文物严禁外出，这是文物保护条例的规定，谁也不能破例。由林氏集团出具10亿元银行履约保函，同时额外出资300万元专项资金，全额用于博物馆展馆升级改造、文物养护。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别提这些条件，没用。我提议无偿帮助博物馆全面清点库房馆藏文物，以证林氏诚意。我不同意，你们都被骗了，我坚决反对。我这是怎么了？对不起，我之前无理取闹，实在羞愧。五宝集齐，布阵最佳点位选定林氏集团总部地下金库。金库具地气、守藏风，最适合搭建5行阵邪大阵。微调东方玉璧向左3寸，北方青瓷炉向前2寸。成功了吗？成功了。邪祟阴寒之气根本无法穿透这层结界。在哪儿？蹲下，双手抱头。巡查司反馈，3名嫌疑人都是各地普通古玩商贩，案发前都收到来历不明的匿名大额转账，受人重金雇佣前来破坏阵法。幸亏阵法稳固成型，这些低阶小妖连同附身的还人，根本没有半点破开结界的可能性。交出你身上的始祖符印记，
本座立刻下令全军撤兵，就此作罢，不再侵扰人间。想要始祖印记，便先打破五宝构制的防护结界。通道灵力持续不足，用不了多久就会自行崩塌闭合。判官折腾整整3天，麾下预备落地的10万魔兵，到头来居然连一套用古董布设的5行阵法都闯不进来，真是白费心机。危机解除了。是啊，终于结束了。婆婆，50万元文物修缮专项资金已经准时拨付到当地文旅账户了。王会长，林氏筹办国大型鉴宝交流峰会，特邀您作为嘉宾出席。300万资金已到账，展馆翻新马上启动，感谢林氏。胡玉杂技手抄本留作纪念，望你日后善用灵眸与万象归出。此前破产高家遗留的所有不良资产已经全部清算收尾，整改过后的旧货古玩市场规范有序，市面暗藏邪祟的古董基本被清理干净，整个古玩市场焕然一新。2界通道闭合，世间暂时安定无虞，我安心在玉佩之内闭关修养。往后你继续依靠灵眸探寻灵气古物，用万象归出修复残破古玩，恪守凡间行事规矩即可。我们一起筹备全国巡回公益鉴宝活动，免费面向全国各地民间藏家，帮忙鉴定藏品真伪，修复破损老物件，也算用自身本事回馈收藏圈与普通百姓。